这谁能想到2026年呢，苹果竟然推出了一款起售价只要4599元的 MacBook， 这就是昨天刷屏的 MacBook Neo。首先，我们必须给库克点个赞啊！这台机器有一个让所有强迫症都高潮的设计，它没有刘海。在这个全线 MacBook 都有大缺口的一个年代 ，Neo 居然给了一块完整的屏幕，再加上多彩的金属机身和轻薄设计，颜值确实高。对于只想买台品牌机办公刷剧的新手来说，这个入坑门槛和外观确实挺香。但是作为一个数码的玩家我翻完规格表后冷汗都下来了。苹果这刀法每一刀都精准地避开了现代文明。首先最离谱的是性能，这是苹果第一次在 Mac 上弃用 M 系列芯片，直接搬来了 iPhone 16 Pro 同款的 A18 Pro 手机芯片，而且这个还是一颗残血版。它为了避开散热的设计，强行锁死频率，并且还砍掉了一个 GPU 核心。最让我破防的还是内存。苹果刚刚把 Mac 全线提到 16GB 起步，Neo 竟然强行被打回了原形，回归 8GB， 内存带宽也锁死在了 60GB。 如果说性能缩水是为了续航，那接下来这些细节上的精准手术纯粹就是为了恶心你，逼你加钱去买高配或者是买其他款。大家注意看这颗前置摄像头，官方新闻稿写的天花乱坠但仔细一看，你才发现它竟然不支持 Center Stage， 就是那个人物居中。这意味着你在视频会议或者上网课的时候你必须像个木头人一样死死地盯住屏幕中心，只要你稍微动一下，你就出屏了。更加离谱的是，连 Desk View， 就是桌上视角也被砍了。这可是老师给学生演示手写笔记的一个神器作为一款定位教育市场的 Neo，苹果竟然把最核心的网课功能给阉割了，这刀法简直是杀红了眼。还有这块屏幕竟然阉割了 P3 的广色域，缩水成了 sRGB， 这意味着什么呢？你在 iPhone 上拍的鲜艳照片传到这台电脑上就会显得有点灰蒙蒙。更过分的是，它砍掉了自动亮度和原彩显示，你从明亮的窗边走到室内，你还得手动去划拉这个亮度条。甚至连 Mac 灵魂的那个 Force Touch 压感触控板它都没了，换成了手感生涩的物理机械按键。Neo 还彻底取消了这个 MagSafe 磁吸充电，机身它一共就2个 C 口。苹果还玩了个阴招，其中一个竟然是 USB 2.0， 你也敢想？你插着标配的那个20瓦的龟速充电头，全身就剩一个 C 口。如果你不小心插在了那个 USB 2.0 的口上，传个大文件能让你等到天荒地老而最离谱的还不止这些，在指纹识别上 256GB 的基础版居然没有 Touch ID。在这个全社会都在推行 Passkey 免密登录的2026年，你买台4-5千块钱的新电脑，每天开机买个 app 改个设置，居然还得老老实实的让你去敲密码。苹果这波复古玩的是真溜，明摆着告诉你，想要尊严加钱买高配，或者去买另外的 Air， 而且外接显示器也只能一台，最高 4K 60Hz， 没有 WiFi 7，连 AirPods 的空间音频头部追踪都被软件锁死。苹果这是用尽全力在告诉你，想用现代文明加钱。当然说了这么多阉割，你是不是觉得这台机器完全是没法买了？先别急着划走，咱们算笔账。官方起售价4599元，确实是有点精准割肉了但别忘了它是定位教育市场的 Neo， 如果叠加上教育优惠，再碰上咱们现在的那个国家补贴，这台机器的到手价极有可能下探到3300到3600元这个区间。想想朋友们，3000多块钱在这个价位段你买到的是什么？全金属机身，完整的 Mac OS 生态，还有 A18 Pro 带来的一个极致能效比。看懂了这些你就明白了， MacBook Neo 的假想敌不是 Windows 笔记本，而是廉价的 Chromebook。 如果是4599元，我劝你看看另外的，比如 M2、M3
或者是 M4 Air。但如果它能打到3000多块钱，那它就不是什么清库存垃圾，而是年度最强教育神机了。所有的 USB 2.0、没指纹、sRGB 屏幕，在3000多块钱的价格面前，通通都可以原谅。如果是3000多块钱的残血版 MacBook Neo， 你会说真香吗？评论区告诉我，咱们下期再见，拜拜。